老板嫌我薪水高，扣我工资，逼我自己滚蛋，安排自家小舅子强行接手我千万利润的工作成果。我不吵不闹走人，再见面，他公司面临倒闭，点头哈腰，四处求投资，而他跪舔的甲方老大正在舔我。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出差回来，老板就找我谈话，公司经营困难，需要优化人力资源结构，决定对你调岗减薪。走到这一步，公司也不愿意，不过你要是不接受，可以另谋高就。我脑子里一懵，才回过神来，老板这是用降薪逼我走，可说什么公司经营困难都是屁话。今年我研发的产品大卖，业绩比去年增长了很多，他只是觉得我工资高而已。这些年和公司一起成长，我也算是创业骨干了。现在公司上正轨，老板就这样对我，这让人非常心寒。可本着有始有终的态度，我还是提醒老板，巨石集团的软件系统快验收了，我是不是等上线之后交接完再走？老板嘴角抽了抽，笑得意味深长，不用，这个项目有人来跟，你就别操心了。我心更冷了，这个项目我跟了1年，熬夜不知道掉了多少头发，眼看项目就可以验收，这个时候换掉我，明摆着就是不想发给我项目提成，这小10万的提成又没了。我气得发抖，冷声道，我去年的项目提成没发，还有裁员的工资补偿款，这些补齐了我就走。老板的目光在眼睛后闪躲了一下，随后又憋出苦瓜脸，老徐呀，公司现在账上没钱，都比脸都干净，你看这提成什么的就算了吧。我苦笑，年初老板还从公司提钱去买了个独栋的大别墅，上个月还和老板娘一起去欧洲旅游扫货，怎么会没钱？说好的提成还能赖掉？再说我只是让你调岗降薪，如果你自动离职，那是没有补偿金的。我快气疯了，他换项目负责人讹掉我今年的提成，去年没发的提成也想赖掉，现在还要我自己离职走人，再省掉赔偿金。他这算盘打得叮当响，让我自动放弃这几10万，真是把我当傻子。我心中狂怒，真想马上就走人，可想想房贷、车贷，还有正准备上幼儿园的女儿，还是强忍住怒气，从牙缝里挤出一句，那我等到公司账上有钱，发了提成再走吧。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面有个陌生男人，听说是老板小舅子，以后我的办公室就是他的了。老板走了进来，看着我呵呵一笑，老徐，以后你就坐那个工位吧。他手指的那个工位在角落，不但小，而且紧挨着饮水机和卫生间。几个同事已经清理好我的私人物品并打包，我默默抱着纸箱走到新工位。既然大家都在，我宣布一件事。老板拍了拍手，从今天开始，研发总监由新同事聂伟强担任。聂总监是国外回来的高端 IT 人才，我相信在他的带领下，咱们研发部能继续创造辉煌。掌声马上热烈起来。有同事问，那徐总监呢？老板看了我一眼，悠悠道，徐谦不再担任公司研发部总监，调整为普通程序员。他顿了顿，冲着我又说，老徐，你把手头工作和聂总监交接一下，特别是巨石集团那个项目，以后这个项目由聂总全权负责，你不必再过问。我徒弟何斌见我没吭声，张口问道，老板，巨石集团的项目是徐总手上做起来的，明天就要验收了，
这个时候转交给聂总，是不是不太合适？可惜老板不是干技术出身，对这个并没有放在心上，反而摆摆手说：“聂总是海外回来的 IT 技术大咖，没有什么他搞不定的。整个项目规划他全权负责，你们放100个心。”我见何斌还想开口，连忙对他使了个眼色，让他不必再说。小舅子这个时候也清清嗓子，开始了他的就职演讲。各位同事，首先允许我做个自我介绍。看了我们之前的项目，产品冗余度高，实施效能低下，服务质量也有待提高。不过和国外我做过的那些项目对比，这些都是小项目了，很简单的，我会指导你们怎么做。洋洋洒洒说了一大堆，无非是他之前资历如何牛逼，希望大家能跟他好好配合，他就能让大家买房买车云云。这大饼画得太假，我心里泛起一阵恶心。会后，小舅子带着几个人过来，来，你们几个把徐谦的电脑换了，普通程序员不能用这么好的电脑，你们也打开他电脑看看，这家伙有没有吃里扒外干私活，还敢向老板要提成要赔偿，要是被我发现什么猫腻，嘿嘿，那你就等着坐牢吧。我看着他小人得志的嘴脸，气笑了。聂总监是不是疯了？我上班996，哪来的时间接私活？去年的提成大伙都发了，就剩我的了，怎么就不能向老板提？小舅子冷哼一声：“你怎么不知道感恩呢？人家985毕业的大学生，1分钱工资不要都想来我们公司学习，你呢？拿这么高工资，还想着项目提成奖金，这么简单的小项目，搞得好像自己多能耐。项目管理不就是指挥别人干活吗？这谁不会呀？我要是早来2年，研发部肯定不是现在的水平，公司也早上市了，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学历，占着茅坑不拉屎。”办公室其他人听他这么说，立刻骚动起来。这些年我的工作成绩，大伙儿有目共睹，可就这几句话就抹杀了，我气得全身发抖，说不出话来。小舅子很得意，环顾四周，你们几个都给我好好干，谁在上班摸鱼、偷奸耍滑，马上就降薪，甚至辞退。徐谦就是你们的下场。我冷笑，明天就要进行巨石集团项目验收。许多关键环节没有我在场，肯定搞不定。既然有人头铁，觉得项目管理就是指挥人，那我就看他吃瘪。果然，没过多久，小舅子从办公室出来，气冲冲过来找我：“徐谦，巨石集团这个项目，你之前咋弄的？文档太复杂了，你过来从头到尾解释一遍。”我无语了。连这些交接文档都看不明白，这货的水平恐怕连普通员工都不如，还什么海外回来的高手？我慢悠悠地回答：“不好意思，聂总，我现在是普通程序员，只能写代码，你的这些工作我配合不了。”小舅子双眼一瞪：“为什么配合不了？老板让你配合我的。”我把视线转回到屏幕上，食指飞快地在键盘上敲着代码。聂总，该交接的我都交接给你了，你把我电脑都没收了。如果交接资料有问题，那我来改。可如果你看不懂甲方的业务流程，那我真没办法。你这是什么意思？不服从管理了是吗？小舅子厉声道：“让你配合工作，你就推3阻4的，干得了就干，干不了就滚蛋。”四周一片寂静，真落可闻。我笑了：“聂总，我现在不是这个项目组的，配合啥工作呀？你想让我滚，让老板把我去年的提成和离职赔偿发了，我马上就滚蛋。哦，对了，按劳动法规定，我的赔偿金按是2N 计算。”小舅子脸一下子就黑了。我又道：“
还有聂总，你让我拿普通程序员的绩效干你总监的活，请问这项目负责人的提成你分我多少？小舅子脸涨得通红，语气也弱了下来。那么多文档，我一个个看要看到什么时候？我实在是无语了，无奈地叹了口气。聂总不是说这是个简单的小项目吗？况且我帮你干，我的绩效怎么办？你拿项目提成，我扣工资，你好意思吗？小舅子此刻脸一块青一块红，哼，你以为没你就不行吗？他转头对着同事们，巨石集团项目组的成员今晚全体留下了加班，办公室里顿时一片哀嚎。我已经不是项目组成员了，开心摸鱼，下班到点打卡走人。第二天，我走进办公室，研发部的同事居然全睡在工位上。一看见我，何斌如看到救星一般冲过来：“师傅，你可来了！昨晚怎么联系不上你？我们都干傻了。聂总监让我们集体加班，不准回家。”我笑了笑。聂总是高级海归人才，有他在想必是妥妥的。听我这么说，同事们脸上都露出苦笑。老板气冲冲赶过来：“徐谦，巨石那边又在群里催你，你怎么没回复？”我拿出手机给他看：“没有啊，群里什么动静都没有。”老板一愣，何斌解释道：“老板，聂总重新建了一个项目组工作群，师傅不在里面。”老板的脸色像便秘似的，上午验收怎么磕磕绊绊的？到底是什么问题？我假装东张西望，然后问：“老板，你问我，这项目现在不是我负责呀？谁负责的项目找谁呀？”老板一时语塞，脸色铁青，走进小舅子的办公室。过了一会儿，老板又甩着脸出来找我了：“你到底有没有和聂总监好好交接？”我马上调出跟小舅子的交接记录，所有技术文档一个不漏都发给他了。资料有问题，我负全责，其他的可不能赖我。老板气得直跺脚，他刚来业务还不熟，你作为老员工就不能帮他？我都无语了，拿走我的项目还要我帮他？老板，这个月我是普通程序员，也有我自己的活要干，真的没多余的闲工夫帮他。一定要我帮忙也行，大不了我这个月奖金不要了。可老板，你得把欠我的提成发给我，我都快没钱吃饭了。老板眼睛里冒火：“你以为没了你，这个项目公司就搞砸了吗？不想干就给我滚！”我没理他，还是那句话，发了提成和赔偿金，我马上滚。何斌微信里对着我大吐槽：“师傅，你知道吗？那个聂总跟个傻子一样，技术文档都看不明白，真不知道是不是干这行的。在和巨石集团视频会议的时候，还跟人吵了起来。这个项目要是砸了，大伙的项目奖金都要泡汤。”下午，财务将我这次出差的报销单据全部退回来，说不符合公司规定，不予报销。这些报销项目以前都没问题，金额也没有超过公司规定的上限，怎么就不符合规定了？不用说，肯定是老板示意的。他不但想赖我的赔偿金和提成，连费用报销也想让我自己承担。老板这算盘打得东二环都听得到响。我冷笑着把票据收好，放进抽屉，在心里默默又记下老板一笔新账。走着瞧吧，到时候新账老账一块算。今天的项目验收一塌糊涂，如果无法通过，不但项目后期款项不付，巨石集团还要追回前期预付款，并且按合同约定要公司进行赔偿。老板气得快吐血了，在会议室里骂骂咧咧，全公司都听得见。没过多久，何斌从会议室跑出来找我：“师傅，项目验收没通过，
苏董事长把老板和聂总给骂惨了，指定要找你对接。老板让你进会议室协助，我这正忙着呢。我手指在键盘上瞎敲，没挪屁股。可老板的电话也打过来，不断催促。我走到会议室门外，听到巨狮集团苏董事长的声音从音箱里传出来，又急又快，像打机关枪似的。坐在摄像头前的小舅子一脸茫然，不断擦汗。他之前看不懂文档，这个时候苏董事长说的流程问题，我敢肯定他压根就没听懂。到了问题回复的环节，他对着摄像头支支吾吾了半天，硬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无奈转头看向其他同事，其他同事担心背锅，都低下头，不敢与他对视。老板站在边上黑着脸，估计他现在肠子都快要悔青了。我走进来的时候，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看向了我。我嘻嘻一笑，不紧不慢说道：“老板，你找我啥事啊？我正忙着写代码呢。”老板看到我就如看到救星似的，涨红的脸上努力挤出一丝笑意，亲自为我拉过椅子，让我坐下。老徐呀，巨石集团的项目还是你比较熟悉，你来和苏董事长聊一聊。我露出为难神色。老板，这不合适吧？我都交接完了，现在巨石集团项目是聂总监负责呀。小舅子脸色一阵红一阵白，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老板讪笑道：“聂总监这不是刚来吗？对项目细节还不太熟悉。徐谦，你和苏总聊一会儿吧。”我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老板，我自己的活都还没干完呢，要是这个月绩效完不成，你又不发奖金，我该咋办？老板咬咬牙：“老徐，那个你之前的项目提成，其实我早就给你批复了，现在应该卡在付款流程上，我再去催一下，明天就能到你的账上。”听他这么说，我这才不情愿走到会议室中央，对着摄像头和巨石集团对接。这个项目我了如指掌，对方能提出什么问题，我早有准备，滴水不漏一个个回复，并顺手安排下去。项目组里谁跟进，谁测试，谁提交。今天验收过关的只是一个模块，接下来还有其他模块需要验收。苏董事长也总算满意，还撂下话，以后这个项目只和我沟通。视频会议结束后，我笑着问小舅子：“聂总，今天问题都解决了，明天我还有很多别的活要干，你就别找我了，行不？”小舅子现在已经满头大汗，大脑宕机，一句话也说不上来。眼见小舅子愣着不说话，我又压上最后一根稻草。刚才苏董事长说了，对我们这次对接很不满意，要是验收不合格，就取消合作，还要按合同起诉我们。老板立马急眼了，公司接近40%的收入都是依靠巨石集团的项目，如果这个客户丢了，那公司损失可太大了。不仅如此，若真的取消合作，公司不但要退回之前收的预付款，还要按合同约定的金额进行赔偿，那可不是小数目。老板满脸堆笑，拍拍我肩膀：“老徐，这项目还是你来负责吧，赶快抓紧时间，让他们通过验收给咱们打款，这样大伙才能拿到提成。”我脸上露出为难的神情：“老板，就别说这项目了，去年的项目别人的提成都发了，就剩我的没发呢，我快没钱吃饭了。”老板脸上的肥肉抖了抖，很快就装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提成我早就批下去了，肯定是财务部那边拖拖拉拉，这群人成天都在干什么？光拿工资不干活，我现在就过去，让他们马上给你发。”他说完就大步流星往外走，我连忙喊住他：“
然后从抽屉里面拿出上次财务退回来的报销单，塞到他手里。这是我这次出差的报销单，财务说不符合规定，不给我报。老板带过去让他看看，没问题就一起打款吧。老板手里握着报销单，怔怔看着我。放在以前，公司里哪有人敢这样跟他这么说话？可看着我人畜无害的笑容，他脸上憋出了猪肝色，才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好。老板亲自出马，果然速度快。没过多久，手机上收到了短信，提成和报销都到了，到账了20多万。我心情很好，几日的憋屈也一扫而空。比收到钱更重要的是，终于出了一口恶气。接下来，老板坐在我的工位边监督我，让我把接下来验收的其他模块从头到尾再给全项目组过一遍。我将今天与巨石集团视频会议内容一个个落实，又将接下来验收重点重新写了一遍。可我的工位不是独立办公室，一有人路过打水或者去洗手间，我就装作一副被打扰的样子，停下手中的动作，抓耳挠腮。老板急了，立即把研发总监的办公室又还给我，坐回原来的办公桌。我心情又舒畅了许多。可老板跟小舅子在旁边盯着我，我一会儿口渴让小舅子给我买奶茶，一会儿肚子疼要带薪拉屎。老板和小舅子的脸色也越来越差。就在他们两个即将崩溃之前，我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好，正好赶上下班的时间。好了，你们明天继续提交巨石集团验收，有问题再找我，我先走了。老板和小舅子瞪大了双眼，眼里喷出的火像是能直接把我烤化。可他们也只是敢怒不敢言。一旦巨石项目没通过验收，公司里就没人敢得罪我。接下来这几天，巨石集团项目验收顺利通过，正式上线，全公司都松了一口气。可我知道，上线才是项目刚刚开始，接下来还有很多工作要落实。以小舅子的尿性，这个项目肯定接不住。可老板并不知道，他以为项目就这么顺顺利利上线，他等着收钱就好。于是又开始秀下限。他开了个庆功宴，请了项目组全体成员，毫无意外没有叫我。他又找我谈了一次话，决定还是将我辞退，并出乎我的意料，他很爽快付了2N 赔偿金。可我知道，以老板的尿性，根本不可能这么爽快的，一定是有什么后招。果然，我去新公司上班不久，就接到何斌的电话，说老板要告我违反竞业协议。我入职的时候与公司签订竞业协议，要求在离职后的3年内不得从事与原公司业务相竞争的工作，而不知道他们怎么打听的，居然说我在竞争对手的公司上班，便准备告我。又过了2天，我收到律师函，函中斥责了我没有遵守竞业规定，给原公司造成了损失云云。老板要求我退回离职赔偿金，并按原竞业协议向我提出大额赔偿。我心中冷笑，这老板那么爽快把赔偿金给我，居然是埋伏在这。可问题是，我根本不是在竞争对手公司上班。我离职之后，海林科技等原先公司竞争对手都来挖我，给的岗位和开出的薪资都比原公司要高。但我最终还是接受了巨石集团苏总的邀约。苏总年轻有为，思维很前卫，对数据非常敏感。他提出的数据化运营和全渠道零售的战略也非常具有挑战性。我们谈了2个多小时后，我便决定加入了巨石集团，担任集团副总、新零售中心负责人，
负责线上运营和信息系统2个板块的业务。之所以袁老板会认为我去竞争对手海林公司上班，是因为我对原公司团队没信心。这段时间都在考察海林的业务系统是否符合巨石集团的需求。除了海林公司之外，我还安排人员调研了另外几家信息系统供应商，并发函召集各个信息系统供应商来公司，针对我们的需求说明书进行方案陈述。袁老板担心系统被竞争对手更换，立马和小舅子也赶来开会。他们在电梯口碰到我的时候，也吃了一惊。小舅子黑黑的眼圈还是遮不住他的憔悴，想必这段时间巨石的项目上线不顺利，这个草包没少熬夜。毕竟以他的能力，连流程资料都看不懂，要应付这么复杂的系统，肯定是很困难的。可看到我，那黑眼圈也散发出兴奋的光芒，估计是还想着用离职敬业官司拿捏我。小舅子一脸得意：“徐谦，你今天代表海林公司来的吧？没想到你能干出这种事，签了竞业协议，也拿了赔偿金，居然有脸去海林科技上班。你不知道他们是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吗？就等着吃官司坐牢吧。”我一脸戏谑看着他：“那你们想怎么样？”老板冷笑：“老徐，你这情况我也问过法务了。说大可大，说小可小。”我笑了笑：“老板，你说的话让我好害怕。说大可大是什么？说小可小又是什么？”老板的手指都快戳到我脸上了。你别嬉皮笑脸，事情闹大，你要坐牢。那天被我对了以后，他就憋着，现在终于找到出气口。老板，你是不是搞错了？你确定我在海林上班？不会有错，他们都查清楚了。他冷哼一声，脸色又是一变。但我当你老板这么多年，毕竟还是重感情的，也不想对你赶尽杀绝。哦，我身体前倾。那老板你想怎么样？老板叹了口气：“我也不想和你对簿公堂。我看就大事化小，你把赔偿金退了，再把年前的10多万提成退回来，这事情就算过了。”我实在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你笑什么？老板眉毛抖了抖。我止住笑声，问道：“谁告诉你我在海林科技上班了？”小舅子憋了许久，这时候终于憋不住了：“我们派人跟着你，你天天去海林，还在会议室里面和他们研发人员开会，还敢说没去？我们已经拍了照片，铁证如山。拜托，这么简单的调查也办不好。”我摇摇头，像看傻子一样看着小舅子：“你怎么不去社保中心查一查，或者找个海林的人问问也行。”徐谦，你不用狡辩！小舅子厉声喝道：“现在就算你从海林离职，也来不及了。不退钱，你就等着坐牢吧。”我无奈摇摇头，没理他们，就往会议室走。可小舅子冲到会议室门口，双手伸开，抵住门框，拦着不让我进去。“徐谦，现在是我们公司项目方案陈述，你不许进来偷听。”“偷听？你是不是想多？”我无语了。小舅子额头青筋暴起，喝道：“巨石集团是我们的项目，你们海林别想从这里挣走1分钱。”这时，我新零售中心的参会同事也到了，为首的正是项目对接人张总，身后还跟着负责项目应用的一群人。一看张总来了，老板马上迎了上去：“张总，辛苦了，今天还请多多关照，在董事长面前帮我们美言几句啊。”张总看了看门口的我，还没开口，就听小舅子又冲着我吼：“徐谦，你这人怎么不识好歹？没见张总来了吗？还不快滚开，挡着门干什么？”老板也大喊：“是啊，海林的老板呢，也不出来管管你们的员工。
都干的啥事儿？想偷听竞争对手的方案吗？张总，你们可不能和这种下作的公司合作。我的同事们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们，都在思考这两个憨货哪根神经搭错线了。张总没理他，走到我面前，微微欠身，递过来一份文件。徐总，这是今天各个供应商汇报的流程和时间安排，请您过目。什么？小舅子从门框上下来，呆呆看着我。我笑着点点头，走进会议室，直接坐在了会议桌的 C 位。老板这个时候已经是呆若木鸡，站在门口，嘴巴张得很大，完全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切都是现实。张总蹙眉：“你们两位赶快进来，别耽误徐总的时间，我们还有其他供应商要见。”两人这才清醒过来，小步跑进来，找个角落位置坐下。会议主持人正式介绍了我，说我是集团副总，新零售中心负责人，今后线上板块与信息系统都由我全权负责，包括系统验收、进度打款等，都要经过我的批示才可以过关。我瞥了他们一眼，老板的脸色比死猪还难看，小舅子又是一脸肾虚的模样，不断擦着汗。我没有废话，马上就将系统上线这段时间发现的问题甩了出来，让他们提出整改方案。巨石集团的项目需求我调研了1年，系统设计研发也跟进很长时间，这么多心血的付出，我相信没人比我更熟悉整个系统，故此提出的问题也是一针见血，直指核心。老板面对这些问题，冷汗直流，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扭头看向小舅子，让我们聂总监来向各位解释吧。小舅子被他推出来，也支支吾吾，无论系统功能、实施流程、服务方式，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看着他们的窘迫模样，我立刻拍板，既然项目负责人也无法解释，那我认定贵公司目前无法胜任我集团信息系统要求。接下来1周，请你们用点心思，我们巨石集团项目干得了就干，干不了就滚蛋。我让法务拿出一封函件交到老板手里，我代表巨石集团通知贵公司，在上线期间，贵公司系统、实施、服务质量均无法达到我们的要求，正式通知你们1周内整改完毕，否则停止一切合作。若合作的取消，贵公司承担主要责任，按照合同精神，造成的所有损失由贵公司承担。老板和小舅子互相看了一眼，脸都绿了。徐总，给个面子，有话好说，不要赶尽杀绝呀。老板乞求。我没理他，转头向法务吩咐道：“秦律师，我另外有个私人业务委托你。我原老板想告我离职后违反竞业协议，说要让我坐牢，这官司我全权委托给你。”老板的脸黑得像炭，还是堆出笑容：“误会，一切都是误会。徐总，我是和你开玩笑的。”法务向我了解了情况，转身对两人说道：“徐总从贵公司离职后，就入职巨石集团。我集团不从事信息服务业，与贵公司不是竞争关系，故徐总不存在违反竞业协议的行为。贵公司连最基本的事实都没有调查清楚，就发律师函骚扰徐总，请你们好自为之。对于任何可能损害徐总权益的行为，我集团保留采取法律行动的权利。”老板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眼神仓皇，支支吾吾，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吩咐让他们退下，让下一家供应商进来陈述。小舅子满脸不甘，大声问：“你明明每天都去海林，怎么会是入职巨石集团？你是故意耍我们？”
我无语了，呵斥道：“自从你接手这个项目后，产品、实施、服务都跟不上。我们巨石集团当然要再找其他合作伙伴。我去海林是去考察系统，你不做调研就认为我在海林上班，这是嫌法务太闲了。”老板和小舅子两人目瞪口呆，直愣愣看着我，直到被工作人员催，才灰溜溜走出去。之后，随着原公司撤诉，我的官司不了了之。老板自从上次会议之后，就通过各种渠道约我吃饭，都被我拒绝，又去我住的地方堵我，无非便是想找机会与我握手言和。我可不想当傻子，原老板是什么逼格，我还能不知道？当然不能给他们任何机会。1周过去，他们根本就提交不了项目的整改方案。我快速决策，让信息部门将他们的系统下线，并让法务走法律流程向他们索赔。我仔细考察了市场上其他的信息供应商，发现无论哪个公司的产品和服务都无法完全配合巨石集团的战略要求。于是在苏董事长的支持下，我决定自己筹建团队，研发巨石集团的业务软件系统。随着巨石集团与原公司解约，原老板很快陷入经济危机。我听何斌说，现在不少企业听说巨石项目被他们搞砸了，也对他们失去了信心，纷纷提出终止合作。现在老板还真是都比脸都干净了，账上没钱，很多老员工提成奖金都发不了。何斌已经提出辞职，下个月就离岗，来我的信息部任职。这天，我上班来公司，发现门口挤得水泄不通。一群人看到我，立马大喊：“徐总来了！”然后就涌上来，直接把我团团围住。我连忙大声呼喊保安，可还没等保安过来，就听到老板的一声大喊：“请徐总高抬贵手，放我们一马，给一口饭吃吧！”一群人也齐声呐喊：“请徐总高抬贵手，放我们一马，给一口饭吃吧！”我一愣，这才发现眼前这些人都是我原来的同事，包括老板、小舅子，每个人看着我，脸上都是一副哀求的表情。巨石集团的不少员工也被他们这架势给镇住了，纷纷交头接耳，打听出了什么情况。我心想，这又是在闹哪出？这是要来我的新公司搞臭我？小舅子一脸哭丧样：“徐总，以前是我小孽，有眼不识泰山，得罪了你，请你原谅我好吧？”我还来不及回答，老板一脸肝癌晚期的表情抱住我，含泪说道：“徐总，你大人有大量，你们停止合作，还要向我们索赔。可现在我公司是真没有钱了，我把别墅都给抵押了，都不够。公司这样下去，只能宣布破产了。你不可怜我，就可怜以前和你并肩战斗的同事们吧。这么多张嘴，没地方吃饭，大家都是一起奋斗过的，你真的忍心弃同事勤于不顾吗？”我挣脱老板的拥抱，可又被几个前同事挤到了角落。几个前同事也学着老板的样子，声情并茂哭喊了起来：“徐总，我比你还早进公司，是看着你起来的。现在我妈要做手术，公司发不出工资，你说我该咋办？徐总，我是你刘哥，上次你在卫生间忘记带纸了，还是我借给你的，还记得不？我老婆刚怀上2胎，还要还房贷，我可不能失业呀！我被炒得头都大了，好家伙，玩起道德绑架了是吧？不知道的以为我是个黑心包工头，欠了农民工工钱似的。看着眼前这些被逼着来配合演戏的前同事，我心里并没有产生一丝愧疚。之前在公司，我被老板、小舅子他们故意针对的时候，除了何斌，
并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人出来帮我说过一句公道话，也没人私下里电话或者微信安慰我。不但如此，还有好几个同事跟着老板娘、小舅子他们一起嚼舌根、落井下石，企图瓜分我的项目，提成奖金。我扭头看向老板，他满脸乞求之情，但眼神中却闪烁着几分不易察觉的得逞。我心中暗暗冷笑，好吧，既然这样，我也不能惯着你。我双手举起，往下压了压，让大家安静下来，开口道：刚才老板也说了，大家毕竟都是一起奋斗过的同事，各位放心，我肯定是不希望大家丢了工作的。听我这么一说，老板眼睛突然亮了，连连点头，带头鼓掌。对对对，我就知道徐总你是重情义的人。等他们鼓完掌，我也点点头说道：那确实，我这个人别的优点没有，就是看重同事之间的情谊。所以我决定，如果老板你那边真的发不出工资，又不忍心他们失去工作，你可以直接把他们介绍来我这边，我们这边正缺人呢。你说什么？老板脸色一僵，眼睛瞪大。我继续穷追猛打，朗声说道：有哪位同事觉得在公司都快吃不上饭，养不起孩子，交不了房贷，可以优先跳槽来我们巨石集团的新零售中心，岗位底薪比原公司多1000，绩效的比例也提高10%。我们新零售中心才刚刚起步，不缺钱，只缺人才。老板的脸色比死猪还难看，如果目光能杀人，他已经杀了我好几遍了。我看他这个模样，又加了一句：巨石集团不从事原公司相关行业，我们做信息系统是为了自己使用，所以签过竞业协议的同事也可以来。我这招好比釜底抽薪，那些前同事已经蠢蠢欲动了，七嘴八舌叫了起来：徐总，你夸过我测试很认真的，你看我过来行不？徐总，我跟你干了那么久，我的能力你是知道的，我继续跟着你干，行不？徐总，我虽然是老板亲戚，但我早看他不顺眼了，也早想跟着你干了，你看我行不？我点点头说道：有想来我们巨石集团的，可以去找前台登记，留下你们的简历，我会一一回复。如果我们新零售中心没有合适的岗位，也会向集团总部推荐。同事们听我这么说，又一同涌向我公司前台。老板气急败坏，大喊：你们这下养不熟的白眼狼都不许去，回来，都给我回来！可没人管他，还有人把这个信息发到公司群里面，又有其他前同事听说这事，打车跑过来登记。我没再搭理他们，穿过拥挤的人群，我回到自己办公室，整理了一份名单交给人资，上面都是一些能力和品行还不错的前同事，可以直接招进来。这么一闹，原公司的几个骨干便被我名正言顺挖过来，我的团队就这么阴差阳错地建立好了。原老板自作聪明，不料赔了夫人又折兵，从此公司研发部门垮了，销售也骤减。何斌辞职后来了我这里，他告诉我，老板现在垂死挣扎，给所有部门定了更高的销售指标，然后又是腰斩提成的比例。本来就靠提成吃饭的员工们立刻怨声载道，哀鸿遍野。这是又让马儿跑，又不想给马儿吃草。本来那批最有能力的早就跳槽过来我这边了，剩下的那些有能力的员工们也被老板的馊主意逼得不得不走了。老板绞尽脑汁也没办法维持公司的业务，一怒之下把小舅子给炒了。小舅子也不是省油的灯，出了公司就把老板给告了，还怂恿老板娘与老板闹离婚。老板内外交困之下，
现金流真的断了。他不仅抵押了新买的别墅，其他的房产也都一股脑抵押了出去，最后被逼得没办法，开始疯狂裁员，而且还是裁员不给违约赔偿金。就在老板的不断作死下，财务部的一个出纳被裁后，终于忍无可忍，把老板给告了，连带他偷税漏税的事情也被翻了出来。很快，公司就被查封了。后来，老板和老板娘离婚，一家人都成了老赖。而我经过1年多打磨，巨石新零售系统正式上线，业绩狂飙。2年后，我陪着苏总去纳斯达克敲钟上市，走上事业巅峰。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